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来更新一下现在他们 KVK 匹配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就如大家所猜测的一样，93是成功的匹配失败了。那其实在前几天呢，我看到他们不需要再补报名啊，然后又没有被取消特洛伊战歌的报名，我还以为他们可能会匹配成功，但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他们依旧还是匹配失败。哎呀，荒废我等了这么多天，结果还是没有。那这个问题呢，还是在于93他们这个王国实在是太过庞大太过强了。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王国的战力，哇，现在已经回到2个联盟的状态，因为我前不久看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有1个半的联盟，现在都有184亿150亿了。至于他们的击杀呢也是很高的，加起来都差不多有 4.6 兆，差不多要5兆了，所以他这个击杀呢是可以跟2489那边很接近了。况且他们的玩家活跃人数真的是太多了，这边我给大家看就知道，我觉得就算是匹配成功应该也没有多少玩家想要跟他们打了。我们算8000万好了，8000万以上的玩家都有273个，所以93他匹配不成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其实1001和1002他们的王国其实是匹配成功了，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居然是穿插在这个拥有这么多王国里面的 KVK， 当然这个是他们第2条路线啦，第1条路线的王国也不少，加起来有6个王国在同一个阵营里面，他们的玩家活跃人数1002 1001的玩家真的是太不活跃了。然后这个是第1条路线，你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王国跟1002在同一个阵营里面，这边加起来都有9，而且他们是金色的先锋啊。所以就跟你们讲，其实现在官方他们匹配方式呢不再是看战力了，如果是根据战力来看的话，1002照理来说不应该在这里才对。我才发现熟悉的老朋友原来跟他们在同一个地图里面。所以如果是根据综合的数据来看呢，像93人数又这么多，战力击杀又这么高，他们能够遇到的敌人真的恐怕就只有像2377或者是像2489这样子的王国了。但是近期2377他们因为有大量玩家移民离开的关系，所以他们现在也不算是特别顶级的先锋王国了，依旧还是先锋王国，只是没有这么夸张了。尤其是击杀方面呢，你们可以看到是下降的特别夸张了，现在剩下 2.7 兆，如果没有加上这个联盟的话，他们的战力依旧还是跟之前很接近了。不过之前我记得更高，差不多要接近300亿吗？这边战力高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父子啊，这2个还在啊。不过有一些精英玩家其实他们已经移民离开了啦，并且他们的国王 Rayo 也是有发了王国邮件讲关于 KVK 的事情。就如大家所见，由于他们上周没有对手，所以就找不到配对，或者是没有配对结果，我们英文简称叫 NMF No Match Found， 所以他推测这个星期他们应该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报名的王国战力不足以像1093这个王国去匹敌，他们的实力相差太远了。很多一些比较强的先锋王国，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他们的计划，比方说换地图，或者是直接跳过比赛。他就相信他们应该做了更加详细的计算之类的。他这边只是跟大家通知一下为什么他们 KVK 注册的问题啊，没有找到对手的问题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于他们王国的事情啦，这个就不太感兴趣啦。所以大概率之后如果真的是匹配的话，也有很大可能2377也会被拉进去，跟1093啊2489在同一个地图里面。至于2489的情况呢，那据我所知他们是已经跳过了报名啊，当然是有原因啊。而英雄战歌呢是因为刚好有那个先锋体验版深夜模式啊，所以他们不想要参加。神级庙车是因为参与的王国并不是很多，再加上跟圣诞节冲突，然后特洛伊战歌是因为在刚开始有 bug， 那确实是有 bug 的，然后我也是有参加这个地图啦，其实问题还蛮多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要参加。那93其实他们选择的地图就是这个特洛伊战歌啊。再来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担心匹配出来那个平衡性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参加。他们是有讲跟其他的王国商量过这件事情啊，但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我就不确定了，因为我听到两边的说法。那93的支持者就说2489在逃避93， 2489的支持者就讲93在逃避2489，所以谁在逃避谁我不知道啦。反正我只想要看戏，我想看
看他们打起来，快啲打啦，考下你哋。但是如果他们是考虑到下一次才报名 KVK 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因为他们下一次的 KVK 报名依旧还是会有部分地图会开启休战功能，就是16小时、8小时的限制啦，你们可以自己查看这个邮件。所以如果他们是为了这个考虑说啊，我们不要参加这样子的地图的话，那下一次应该是逃不了了。不过还是有机会可以选择其他地图的，只是下一次选择的地图就只有这3个哦。梁子维就是6个王国的地图，他们是想要打这种6个王国的地图的，刚好兵无常势也是6个王国的地图，11世纪的话就是4个王国4个阵营的地图，所以大概率他们不会选择这个，有可能选择这个或者是这个。只是我觉得如果选择6个阵营的地图其实不太好匹配，因为现在剩余没有报名的王国其实很少而已，大多数现在都已经是在 KVK 里面了，所以我也不懂他们要怎样匹配成功。至于248的情况呢，其实它是目前我们在万国觉醒中的数据里面排行第2的王国，那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战力其实是跟2377很接近的，但是击杀方面就超越2377很多了还有就是他们的玩家其实并没有像93这么夸张啊，他们就只有150位左右的玩家是有超过8000万战力，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刚好150位，所以跟93打起来的话还是有差别啊。尤其是像他们所讲的，如果是刚好有那个休战模式的话会更加辛苦，93就可以更加合理的去安排他们的玩家休息的时间，但是2489没有办法，他们人数是比他们少差不多1倍，我们算1/3倍吧，不要想讲的这么夸张，所以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不然就是外交方面呢，可能2489要哪一个强一点点的盟友吧。OK， 那么在说完了这3个王国之间的事情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到底有哪些王国他们已经匹配成功了，哪一些没有。首先成功的就有包括1818这个王国，他们是报名英雄战歌，可能他们有收到消息说93他们要报名特洛伊啊，所以他们不要报名这个地图毕竟上一次他们的 KVK 的情况也不太妙，就是960跟1818都不想要跟93打。那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匹配结果，我看到有1052，而且也是在先锋但我不懂1052还有多少活跃玩家，感觉他们应该是打不过1818。另外一个先锋王国就是1981的话，他们就是在火阵营，正常情况来讲，系统通常会把一些比较强的王国放在火阵营或者是风阵营啊，所以这边应该是交叉对战的关系啊，当然也有可能合作啊，这个看他们之后怎样去商量吧。剩余的王国其实也不算太多，在同一个阵营里面最多就5个而已，而且可以看到1052他们这边这么多个王国在一起呢，有很大可能就是他们战力比较高，但是击杀其实没有到这么高，所以才会穿插这么多的王国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 OK，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 KVK 中的数据，你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就如我所说的，火阵营跟风阵营确实数据是最好的，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击杀都有2.5 trillion 2.9 trillion， 然后在水阵营跟土阵营这边呢就偏比较少一点了。我看一下1052的数据好了，我很久没看他们数据了，他们击杀这么少而已吗？哇，这个有点夸张啊，他们这边击杀就2578亿而已，我原本想着说可能有破兆了，看来1052真的是没落了。但是他们很肥啊，他们战力好高哦，他们战力都比起1818还要更高，这个有点夸张了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就是风跟水合作或者风跟土合作啦，然后火阵营跟土合作或者跟水合作，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这个地图没有太多的选择。另外一个匹配成功的就是这几个王国，那你们可以看到找到这个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相信各位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这个王国它是又肥又弱，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被匹配进来这个地图里面，有点夸张啊。他们这边的战力是整个地图里面阵营最高的有523亿的战力，然后他们的击杀是整个地图里边最糟糕的，只有3253亿而已，而且是2个王国加起来啊，所以他们被卡在中间，需要有人去保护他们呢。但是我不懂会不会有王国想要他们呢？那这边有包含的王国就是有大家一些认识的，就比方说2293、1786也是在这个地图里面，而且他们的 KVK 我记得才刚结束吧，好像跟1093在一起了，他们上一场 KVK， 还有
包括2650，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王国，2902、2638这个我就不太熟悉了。这几个王国都算是不错的。然后先锋王国的话就只有2293而已嘛，2293其实也是刚结束 KVK 啊，诶，这样看下来就是2293跟1786又再遇到了。他们好像在上一个地图遇到这个 KVK， 他们又再次遇到了，有点尴尬。如果是以吉萨来做计算的话，其实他们这样子合作是可以的，就是上面打下面。只不过这边2902他们要带着一个拖油瓶去打架，并且他们这边其实也不是先锋啊。正常来讲，这个地图呢上打下会比较合适啊，就是我们会比较容易找到要怎样去打。因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可能一个王国在这边，然后他选择这两个王国也是可以，但他们打架的时候，这边两边就出去，他们就稳拿下这个区域了。然后另外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他们就稳拿这个区域了。这边的区域就变成这边两边战斗，看谁赢了才可以拿到这边的区域。所以有一点点不公平的成分在啦，就变成说这边如果他拿了这边跟这边的话，这两边区域就等于是他们的，在进入皇庭的时候会比较方便。那上打下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说，因为这边你是拿了一个区域嘛，然后下面这一方的阵营他们也是拿了这边的区域，这里就需要这两个阵营斗争，看谁能争夺。这边也是需要这两个阵营斗争才可以看到谁拿这边，所以上下其实是比较合理一点的，如果是以地图的设计来讲的话。但至于他们究竟会跟谁合作，我就不清楚啦。 OK， 那么暂时我看到的就只有这么多啦。这边最后再给大家一个总结：1093、2489、2377、3213、1394、2469、2905、1316、1994、1649、1992、3251、1473、1185这几个王国全部都没有在匹配的阶段，或者是他们上次可能去报名，但是没有报名成功啊。所以有很大可能，如果他们下一次全部都同时间去报名 KVK 的话，他们就会遇到了。那刚刚我也是有讲到有包含1316哦，所以不确定1316他们会不会面对仙符王国，毕竟他们自己也不是在仙符王国，如果遇到仙符王国恐怕也比较难打一点。所以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了。至于各位看了今天那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